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呢？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辛特米娜老师，欢迎欢迎。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欢迎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当然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老师，欢迎欢迎。好了，来吧，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家庭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第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一个人在外工作多年，不得不舍弃了家庭的温暖，努力赚钱养家。难道我就不辛苦吗？现在我回来了，也想好好的陪陪你和孩子。可你总是发脾气，对我抱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了。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孩子一直是我一个人带，即使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我也只能自己一个人硬撑着。现在好不容易你回来了，我们终于有一个完整的家，为什么你不能体谅我的辛苦呢？尽一尽你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程先生，36岁，来自陕西，酒店经理。来，有请程先生，有请。女嘉宾潘女士，32岁，来自湖北，电信客服。来，有请潘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异地夫妻是吧？对。结婚几年？有9年了吧？有9年了。对对。在哪儿认识的呀？可以是在香港认识的，就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是吧？对对对。哦，谁追的谁啊？我追的他。后来就结婚了是吗？对。结婚之后就分居是吗？就分开了，就异地了是吗？没有，结婚之后在西安待了1年多，然后就是因为有孩子了嘛，所以家庭经济有点紧张，所以我就又出去了。你又去哪儿了？新加坡。哦，你又去新加坡了？对对。挣钱去了，是这意思吧？对对对。有孩子你就走了？对。孩子多大的时候走的？刚好因为是有个机会，就是说出去嘛，所以就是孩子还没出生，当时我就出去了。孕期的时候就出去了？对对对。那孩子多大你回的国呢？6岁。孩子6岁你回的国？对对对。好嘛，这小7年期间你是经常回来还是不回来，还是1年回来多少天？有回来，这每年的话都有回来，可能回来个2、3次这样子。每次待多长时间在家里？每次有差不多20天，10几天、20天的样子。哦，也就是说1年有2个月左右是在家的。对对。其他时间都在外头。对。挣钱是这意思吧？不容易哈，让那孩子一个人拉扯大的，对不对？是的，怀孕8个月的时候他出去的。哦，谁帮你们带娃吗？没有人跟我带小孩，自己带。哟，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今天为什么来呀？就是因为可能2个人分开的时间比较长嘛，就是回来以后可能就各种摩擦，各种就是说矛盾。我觉得就是我做什么事情他都不满意这样子的，就是发现这个在一起不知道怎么过了，是这意思吧？哎，对啊。你呢？他回来高兴吗？跟平时回来一样的。没什么感觉了是吗？差不多吧。您现在做什么事儿他反对啊？其实都是一些小事情，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比如说是可能我的心情很好，就是给大家切一点水果手可能没有去擦干净。端出了一盘水果，很高兴的出来了，可能一些水滴在地板上，他就说你这怎么不擦手啊？我这一顿就吼我，就说或者是早上起来没有叠被子呀，这些没有做一些家务，因为毕竟我在外面待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一个人生活惯了，就是这种细节问题我不太去注意就他就觉得很不能接受的样子。其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上以前他回来的时候，我之前没有上班，
然后所有的事情也都是我在做。现在是因为我在上班，然后他回来的话，肯定家务事啊，什么事情都是由他来做，因为我白天没有时间在家里。除了这个争吵，还有什么争吵？还有他就是抱怨，就是说，我的家人没有帮他带孩子呀什么的。现在还在抱怨？对呀，经常就这样讲。我从怀孕8个月的时候他就出去了，然后一直就这样，他爸爸妈妈也没有过来呀，然后都是我一个人带小孩。也不是我爸妈没有过，我爸妈也每年就过来1、2次，因为他们毕竟在西安，我们现在住在武汉当然南北有一个差异嘛，就是吃上习惯这方面可能也是有点就是不同。他们在这边待的时间太长了，可能就不习惯这边生活，就可能待个10几天或者几天1个礼拜这样就走了。所以他就说呀，你们不帮我带孩子这样子的。但是他爸妈每次过来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待不习惯了，我要走了。但是现在是他弟弟也有小孩了，他爸爸妈妈在那里一住就是3、4个月，在我这来几天就说要回去，在安徽。就是为什么你安徽住得惯，我湖北你住不惯，是这意思吧？所以你觉得是他父母厚此薄彼，是这意思吗？是的。你觉得他父母有义务帮你带吗？就咱如果真的板脸论理的话，你觉得人家不给你带孩子，人家有毛病吗？有错误吗？因为他不在家里对，是。但是你们如果结婚了，你算自立门户啊，父母可以任何不管你，没问题的。所以咱不在这个上面再纠结。我知道你也过不去，一会儿听老师们怎么说怎么帮你们。那现在家里面最大的冲突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鸡毛蒜皮吗？还是有一些巨实的焦点冲突？因为现在就是我回来以后，在这边工作了，在武汉工作了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说我的工作状态也不是很好，就是我现在就把那个工作辞掉了。所以他就想着，你这整天在家里没事干，因为我跟他讲，就是说我说回来了，最起码咱们现在有点经济基础，我去做点什么小生意啊。每次给他提到这个，他说你做什么事业，什么都不懂。能做什么？武汉这边，因为本身我武汉本地的事情也不是很了解，让我说，那你不是武汉本地人吗？就什么事都跟你请教一下。一给他提这个，他就来火。你这什么都不懂，做什么？你做什么赔什么？他这样讲，我觉得是男的要做什么你就去做，你做了我就去，我自然而然的会支持你去做。你自己首先你自己跨不出那一步，总是不是我什么事情你都要问我。每次有计划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不支持。就是你希望跟他去跟他沟通，得到他的支持。也不是得到他参谋，就是说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自信心，就是说，哎呀，我支持你去做吧。他从来不说这句话。他自己都没有计划呀，我怎么说你都不听呢？我跟你讲，你都不听呢。你有计划你就应该做呀，做了之后我再来看嘛。好。你每次都你自己跨不出那第一步，你跟我说了也等于白说。好，你作为他的老公你觉得你老婆心里面最过不去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她就是因为过不去的坎，就是我父母那边没有帮她看孩子。我觉得因为每次吵的话，她心里就是说不平衡，为什么在你弟那边她就可以待那么长时间？除了这个坎儿，还有什么坎儿？咱们先把话都说开了然后他的性格也是，之前我觉得好像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后来觉得他的脾气什么的，他都之前有所掩盖，其实让他脾气蛮不好。我简单的体会和理解一下，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就是因为长期的两地分居之后，先生回来了，发现到这个家里面很多事情要从头磨合，对吧？对。妻子也觉得再从头磨合得很累很难，是不是这意思？于是过去的种种委屈，比如说，你父母不给我带孩子，其实这种委屈嘛，我很苦嘛，你没有体谅到我，涌上心头，对吧？然后带来的家庭的琐碎。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和调整的方案，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婚后的男人仿佛显得特别的脆弱，经常可能你觉得没有做什么，但他突然会情绪大爆发。但是其实两个人住在一起了，尤其是朝夕相处，女人们总喜欢教育男人，尤其是当了妈妈以后，总喜欢拿对待孩子的方法对待自己的丈夫。
我们在责怪那个男人怎么有的时候不再像过去那么能忍耐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改变了说话方式。好像有一个研究说，一个男人的大脑里头有80%控制他们的都是自尊。当他在自己的太太面前觉得自尊心不停地被打击，什么都做不对，小到手滴下来的水，大到择业、失业、创业，那么他在您面前他将会不知所措。您哪怕只是一个指责的眼神，或者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不开心流露出的一个冷漠的眼神，都会让他觉得如坐针毡。对待男人真的不能像对待小孩一样用呵斥、命令、直程式的这一种语气，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引导、鼓励，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看能不能够引导着他做出一些改变，好不好？好，谢谢品德老师。来，徐总。我先说女孩心里的2个坎儿，一个坎儿是过去这6年当中，她不在的时候，为什么她的父母没有给你更多的在孩子抚养方面的支持？另一个是说，以前她性格不是这样的，她一定掩盖了什么？我现在她发现她性格原来是这么的不好。其实这2个坎儿都是归咎为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的这个6年里，她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是缺失的。在这个家里，他是没有真正起到他应该起的作用。6年其实是你们之间是形成了一种平衡，什么平衡呢？就是一个主外，就是挣钱嘛，养家；一个主内，带孩子、持家。那这个平衡其实是很无奈的，因为在这里边你是一定是需要他作为父亲的存在，作为丈夫的关怀，但是他没有在，所以你是希望能有人替代，但是不可能有人替代，而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他成为一个永远在那里的一个疤痕。其实他主外，他真是不知道你的苦，每年回来就待2个月的时间，享受的一定是有孩子的天伦之乐，但是孩子生病的时候，孩子教育的问题，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都没有体验过。这其实你要用你现在时间去真正的去体验、去补偿、去理解他的无助，而你现在其实缺乏对他这方面的理解的。所以呢，要努力去做好自己所有6年没有做过的那些补偿。事情和时间都无法补偿，但是心态是可以补偿的。你要理解他的这种状态是为什么。一说你的父母的事，你知道他不是责怪你的父母，其实是在责怪你。所以你要把这个责任自己担过来，然后你对他相处的方式，你就可以调和自己的心态了。我觉得日子还是可以过好的。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沙达老师。有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饭，安安静静的吃过一顿饭？有没有安安静静的上过一次厕所？哪一天不是兵荒马乱的度过？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关系，你应该首先要做到最大程度的包容和理解妻子，弥补你这6年来的缺失，尽一切的可能。接下来对女生来说，给你一个关键词是什么？释怀。我知道你现在心中是带仇恨的，你知道仇恨其实是人最大的负能量，它会阻挡你所有的实现，会打破你的安宁和幸福，会让你心中的那束光永远被埋藏起来，看不到。
还是在外面挣钱养家累？你肯定无数次的这样比较过，你不容易，我也不容易，对吧？但是男人的事业真的只是为了家庭吗？你说老实话，也为了自己的事业上的需要吧，为了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吧。那他的事业在哪里？你在外面苦，在外面累，你至少获得一种充实感，至少获得一种光环，但是他没有。分居的感觉就是错位的，男女之间就是错位的。女人会学得越来越独立，或者说残酷一点，越来越不需要男人。这6年对于女人来说，是越来越学会不需要男人的过程。我已经完全可以独立了，一个人带孩子。但是男人恰恰相反，男人在外面的这6年是自由自在的6年，对不对嘛？就一个女人好不容易学会了不再思念，好不容易学会了不需要你的帮忙，我也能独立带好孩子，这会儿咔嚓你回来了。你说我需要你的支持，他当初需要你的支持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哥们儿？你在哪儿呢？所以一个男人不要老是觉得自己委屈，他这6年受到的委屈早就过去了，你怎么这么脆弱？那是因为他在学习独立坚强的时候，而你在逍遥自在。你没有资格抱怨，你也没有资格委屈，你听明白了没有？你自己做自己的事儿，能做到哪一步是哪一步，也不要对自己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尽可能的现在在家庭生活当中，你应该告诉他，我希望能把那6年我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好好的都体会一遍，弥补一遍，好不好？祝你们幸福。说实话啊，我不觉得谁欠谁。当时这份生活是夫妻双方共同选择和选定的，所以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人以一个弥补之心去过日子，这样他会很累嘛。就是我家庭生活是平等的，女生我理解你的苦，我理解你的苦，男生的苦其实你也应该理解。你觉得这6年他不想孩子吗？你觉得这6年他失去了跟孩子的成长过程，他真是心安理得吗？是吗？不会，也有难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对错，是你们俩共同选择了这样一段日子，对吧？6年，好，我们从头开始，既往不咎。想过吗？想好好的过吗？好，你接纳他，他也接纳你，不要再揪过去那些事儿了。好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这6年我今天才理解到你真的很辛苦，之前也没有理解你这么的辛苦，这么的累。可能我自己在外面的话，就是自由自在习惯了，没能体会到你的一个辛酸。现在我回来了，我希望就是说我能帮你分担一些家庭孩子的一些责任和义务。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会改掉我身上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让我们一起来，就是说共同把我们的家庭，组建好吧。我也会慢慢的，就是改掉那些去伤害你的话，不再纠结以前的事情。谢谢2位啊，请回，谢谢你们，请回吧。最后的态度让你看到一些家庭的曙光，或者叫希望。来，请关门，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筒，有请。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好好的，我真的以后会改的，好吧？请亮灯啊！你今天这个节目现场动容过好几回，对吧？这又掉泪了啊！该哭的咱们今天都哭完，祝你们幸福快乐，好吗？加油啊！谢谢你们，请回。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这对夫妻的到来，让我们看了一个或者叫观察了一点点中国另外一类家庭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叫生存状态。有一点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因为他们不想让这段婚姻凑合，所以他们在积极寻求各种努力，让这个婚姻更好起来。其中有一份努力大概就是来我们这儿。我想有这种心的话，他们的未来一定会幸福。来了解下一日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俩认识8年了，他跟我说他就一个人。等过了一个阶段，他儿子来了，孩子来了之后，不搭不理的，我就觉得心里不痛快。我家孩子本身就不爱说话，和我也很少说话，但是呢，我家孩子并没有反对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也没办法说，孩子都大了。我也有孩子，我也不愿意在农村待。所以说，我就有时候一吵架我就回家。他是总是经常回家。我们农村过日子一般的没有事儿不回家。屯子人呢说起来这事儿呢，我也很不高兴。我觉着夫妻之间要能过，就得在这块待着。因为他以前承诺过我在市里买房子，结果没兑现。关于买房子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体格还挺好。在农村呢，还能种几年园子，种个3年2年。如果假设说我干不动了，我一定会回市里买房子的。我现在心真的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吴先生，63岁，来自哈尔滨，农民。来，有请吴先生。赵女士，63岁，来自哈尔滨，待业。来，有请赵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天是您要来的对吧？对。来干嘛呀？有一些家庭纠纷。有一些家庭纠纷啊，解决一下是吧？对对。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面的这位男士跟您是什么关系？他是我老伴儿。啊，结婚多少年了？我俩认识8年了，在一起4年。再婚重组的，是吧？对，那4年就是说他有时候出去打工啊，不在家，对我挺好的啊。挣钱呢，有时候给我买些个穿的啦啥的，对我也挺好。后来在一起过了以后就不好了，脾气就特别不好。哦。他开始跟我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啊。完了他说他就一个人，无牵无挂的啊。完了我就寻思。挺好的，就跟他这么组成家庭在一起了。结果呢，后来呢，时间长了在一起过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他有前妻，是离婚的。我开始是不想找离婚的。我想找就是上偶的，结果他就撒谎了。结果出现了前妻，我就心里就有点不痛快啊。但是后来呢，我一寻思，已经跟人家在一起了，咱就好好过日子吧。过了一个阶段，我们俩在一起，完了在农村住，他是农村的，我是市里的。完了，他的儿子也来了，来了之后呢，我就心里总觉得，这怎么出现这么多呢？后来我也是特别理解，他儿子来就来吧，但是说呢，你不能说的，
对我不搭不理的，我心里就是不痛快。就是他儿子跟您关系不好，也不吱声。你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生活在一起吗？不在一起。啊，不在一起。他不经常来，完了来了，他也不说给孩子引荐，也不说的叫个啥什么的，他也不说。我就觉得责任还是在你身上。也许是你儿子不同意，是不是啊？那你说你这样过，总是这样事儿来来往往，我就觉得好像是。一来了呢，我就得躲出去，没话可说。他不跟你说话，我也挺尴尬的啊。那我就得躲出去，教子无方啊。你觉得他孩子对你们的婚姻有看法？对呀，是这意思吧？我心里是这么想。那你解决呀？我们爷俩也不常沟通，因为我也不回家。他呢，就是说1年能上我这块来1次。我这后老伴一共见着我儿子才2次啊。我因为呢，他们以后呢慢慢沟通，顺其自然，能达到和解。行吧，还有别的让你心里添堵的事儿吗？有时候我就经常回家，因为啥呢？他一急眼呢，就喝酒，喝酒完了我俩就吵架。一般他喝多了，我就不敢吱声。回来呢，你一吱声他就摔东西，再就骂人。所以说我就害怕他，你喝酒了就这酒这再打你啥的，我没有办法，我就得回家回哈尔滨。一喝酒，换了个人。对，常喝酒吗？经常喝酒。咋回事啊？这个咋解释呀？我身上就是说，有的时候他总走，1个月也不在我这待几天。有的时候我确实心情不好，我自己在家。有的时候碰着同学、战友多少年不见了，到了一起以后，确实是喝酒。但是回家以后他总磨叨，他磨叨太多了，我这个性格确实不好。我就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完了也出手摔东西，张嘴也可以骂人，确实是有很多毛病。那到底是因为他回家多，还是你经常喝酒，人家回家才多的呀？2方面都有，也有他回家不咋在这儿，也有为什么他回家？行，我先问问啊，为什么您经常回家呀？除了他喝酒之外的原因，他说2方面嘛。回家我拿点东西，就是你看农村园里种点没有化肥的东西，我就寻思，家里也有儿子，我就回家给儿子带点有时候给儿子花点钱，他也不愿意，他就是总是心里就是说骂骂滋滋的，总找茬打仗我没有办法，我就得回家，回家就是躲气呗，在这天天磨叽，我真受不了，他比我还能磨叽。回家给儿子带点东西，他不愿意。对，带点菜了啥的，不是正常的吗？是啊，正常。自己种的是吧？再说了，你说我回家我能拿多少啊？好像你说的不对吧？每次呢，你拿东西，咱家比如说种的葱，有你儿子1份，有我儿子1份，有咱俩1份。我并没有说不给孩子吃，但是这里边呢，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不高兴，说你要刚回来就要走。我说你也就别拿了，那有这种现象。那么横气，那谁敢跟你在？行，我问个问题，我都害怕。你们俩现在这个家庭财务状况是个什么状况？我拿我的，他拿他的。那吃饭的钱谁出啊？吃饭一般呢，他出的多，我出的少，因为我不总搁家嘛。这都结了婚，为什么不总搁家呀？你们结婚之前讨论过说这房子怎么处理吗？你们他说了，他说他房子以后2年以后买，结果他没实现呢，所以我就不相信他了。答应过2年以后给人买房子的。作为说买楼这个事，我确实是得买，但是呢，当时那时候呢，就是因为说回农村，因为他不习惯，他是城里人。我要是回城里买楼呢，我们俩这个婚姻肯定能没什么矛盾。现在呢，因为他总回家就是惦记孩子，所以说我心里也在想，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回市里？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农村，我干活呢，我觉着我这体格挺好的。他能干个1年2年，现在今年呢，我俩的矛盾也非常突出，我也准备说是把这个农村的房子卖了，回市里买房子。他这么说我不相信了。不是您回市里住哪儿啊？我有房子给我儿子了。哦，您的房子给儿子了。对。所以您在市里是没房子了。对。非让他在市里买个房子。对呀，我说这个房子就是买了我也不要，咱就是住。他有那个经济条件，他不买呀。啊。行吧，他现在在你那儿1个月大概住多久啊？现在我搬屯子买房子4年。
大概他加在一起不到1年。哦，为什么不到1年？结婚4年，住在一起的时间不到1年，是这意思吧？因为冬天回家，就今年冬天他在那住的，那几年都回家，冬天他就回他儿子那儿去。他前妻有病，完了他去伺候去，我同意他伺候，因为啥呢？毕竟是从小夫妻，我也同意让你伺候，夏天才回农村的。哇，这是个什么日子？你们过的？你说的这个事儿不对。去年呢，是我前妻得癌症，已经要不行了。因为我儿子岁数小，他对这个老人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慌了。他说：“老爸，你回来给我提意见。”我并没有伺候我前妻1天，我也没有在医院看他1天，因为我们离婚了，我没有那个责任，我只能是说给我儿子壮壮胆。他什么事情都听他儿子的。那您这说的就有出入了。第2年也不是因为前妻要照顾前妻不在一起。第2年他前妻就有病了，头1年他把房子卖了，买了房子他卖了，他都没跟我商量。完了就又在这儿又没跟我商量，我说你再买房，再在农村回农村买房，我就不跟你处了啊。完了偷了，我说你租房子行，在夏天种点园子，结果他没成想，这主意可正了，他又是买的房子。啊，婚后他连续2次买卖房子，对，是吧？也没跟您说，没跟我说，这是为啥？这不结婚了吗？因为我当时呢是，我的户口在那个公社，不在我头一次买房那个公社。最后呢，乡亲们跟我说以后屯子有变故的话，你的户口不在这个公社，你在这个公社买房子，以后怕出现问题，不好处理。完之后呢，大伙同学啥的说你把这房子卖了，你回到你原公社那个地方去买，以后真有出现什么问题，你好办。就是说我呢。儿子呢和他儿子，我俩离一趟街。我家哈尔滨也有房子，现在搁农村买房子也是为了说，吃这个绿色食品。再一个就是自己养的猪和自己养的鸭、自己养的鸡，好像是香。听明白了，您儿子跟他儿子还住一条街上呢？对，就隔一趟小街。哦，所以其实您是很享受农村的日子，是吧？对。您是向往着城市的生活。对呀。他答应说买房子，所以他现在不说是那个买房子，他没实现，我就不相信他了。行吧，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真的想说，大哥大姐，你们离婚吧，真的别在一起过了。你非要逼他去买房子，他热爱在农村的生活，你看你们连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你们连生活在哪里选择的一个居住地都不能统一，你们的再婚经济是分开的，人是分开的，心是分开的，2个人互相提防着对方，各自偏袒着各自的儿子，这样的婚姻咱不要了。谢谢米娜老师。来，徐总啊。一开始呢，其实有一个隐瞒开始，对，就在回避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其实这是硬伤。如果说在先，你们俩不会有往后的那些4年的生活。但即使知道了，又过了4年呢，其实这就是您的原则一点一点的在退到了原则最终居然到了一间房子上。能买咱就能继续过，不能买就过不了了。其实你们2个人对对方都是没有信任的，都是留了一手的。即使你搬到一个屋子里去住，那个屋子何等的冷清。所以我也同意米娜的看法，有一个隐瞒开始的恋情，可能有真实的最后的结果吗？不可能的。就这样。谢谢曲总。来，沙大老师。我也是有点长见识了啊！就最后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就是说你给我买那房子，我就跟你在一起过；不给我买那房子，咱俩就甭过了。当然，您2位半路夫妻，理解有一些可能比较现实的东西存在，但是有一点我不解的是，大姐，在您知道他骗您婚史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欺骗可以忍。为什么当时他给您承诺买房子，现在没买，这样的欺骗就忍不了了呢？在您这儿就是你欺骗我的感情没关系，但你不能在物质上欺骗我。所以您如果是一个如此物质的心态跟他相处的话，他也会用如此物质的心态来对您。
就说到小到那个葱，我就不让你拿回家。对，所以如果在这样的心态和状态下去过这样的日子，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干嘛要折磨自己剩下的岁月呀？对吧？好吧，祝二位幸福，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来涂老师。靠墙墙会倒，靠娘娘会老，靠儿子儿子会跑，那靠男人呢？所以你们这段婚姻本来的基础就非常不好，你还想跟他相伴到老，在生命的最后，不要说多么讲究婚姻质量，但至少也犯不着花那么多心思去防着，去猜着。你说对吧？说难听一点，到了这个年纪是两个人搀扶着面对死亡的问题，你们俩居然还在斤斤计较着这个，不想活得亲近一点吗？如果我是你们到了这个年纪，我不会去花精力去哄着所谓不喜欢自己的对方的子女对自己好，也不花精力去骗对方，更不愿意花精力去猜对方在想什么，在防着我什么，我就想过个自在。如果没有老伴儿，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祈求男人能够给我一个住所，我哪怕是自己租个房子呢，我至少过得非常的清闲，过得非常的透彻。我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我脑袋里面的细胞还要去花在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吗？没有必要。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愿去再跨入一次婚姻，那我们就不要去耽搁别人，好不好？好，就这样吧。人为什么会被骗呀？是因为心里有欲望。可能你会发现，结婚之后买房的这个愿望越来越迫切，对吧？是因为城里真的没地方住啊，是吧？对，房子给儿子，老妈住哪儿啊？所以在这个婚姻里面，期许对那套房子的期许，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老妈的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就盼望有那么一套房子。可能该有的那点感情，都因为那套房子闹得没感情了。为什么要常回去啊？常回去是给你提个醒，想跟我在一起吗？得在城里来套房子。为什么一定是城里啊？离儿子近呢，老妈放心不下呀。所以自己把婚姻那点东西全放在了儿子的身上，你哪有心思跟他过日子呀？所以说，一致认为这日子过得没意思了，除非你们心里还真有点爱。你也别打那小算盘了，不是各自都打算盘吗？这个婚姻为什么最后就被物质化了一套房子？因为真的是没地方去了。住儿子那儿觉得碍眼呐，是吧？自己心里不舒服。这是你老伴儿啊，现在还是老伴儿，未来是不是不知道？所以今天您掏点实心实意的话，也不是没爱过，都爱过嘛，只不过就这么荒了嘛。这些年来也没人去经营它嘛。您要真的觉得人家就是后半生的伴侣，念及他对你这8年的付出，您该怎么办怎么办。您要做不到，也就散了吧。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包办孩子们所有的生活，让自己的日子都没了。有些苦也可以跟儿子说说，可能对这个婚姻你就重新审视了。来吧，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也感谢这个平台，能有机会亮出我自己的心里话。以前呢，我确实做的很不好，说的也很不到位。我也希望你能相信我，咱们从这么多年走来，我也相信我自己能够有这个勇气，改掉以前的任何方面的不好，争取在今年年底，上城里买栋房子，咱们重新开始，好好的度过幸福的晚年。我也再次谢谢你能包容我，能同情我，因为我也很难，
自己呢要种地，要做饭，又要照顾家庭，又要维护子女，我也不易。谢谢你。谢谢两位，请回吧。啊，咱真买咱出来啊，咱不买咱别出来啊。来，请关门。请开门。是要给人买房是吧？买。啥时候买？今年年底之前。啊，确实能买啊。确实。好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啊。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老年夫妻的浪漫时刻吧，请见证。在爱里等着你，陪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来。请亮灯，送给你们，谢谢。请回吧。谢谢。来，请回。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也许是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的妻子离婚了，结婚2年，育有1女，离婚之后呢，由我抚养，离婚最大的原因皆因我们的双方家庭，当然了，还有我的不成熟。现在我想挽回这段婚姻，我的前妻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双方的家庭皆不允许我们复婚。我的前妻直言，这一切都是我父母造成的，对我的父母存有恨意。我对他的父母呢，也有一定的意见。为了孩子，为了挽回这段婚姻，我愿意去低头，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世界上化解仇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爱。如果你真的足够用心的去爱你的妻子，去呵护她，去体谅她，我相信你的妻子一定也会为了你去融化这座冰山。祝你们幸福！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